这是6分多。这差不多5分多。然后这个是4分多。最后这个差不多是3分多。高驰昨天更新了一个公测版本，有小伙伴应该能刷到。看，现在运动完之后 ，Pace 4或者应该 Apex 4也有，不知道没有试。就是这边多了一个功能键的手表，看这儿有一个绿色的麦克风的标志。首先是得有这个功能键，其次是手表有麦克风。我们按一下啊，看。今天是一个很轻松的10公里溜达溜达，调整一下状态，不要让自己顶得太猛。还有整整1周是半马的比赛，积蓄能量，到时候努力。很轻松。お支払い方法をお選びください。バーコードを従業員にご提示ください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レシートをお受け取りください。お取り忘れ。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1月18号星期日已经晨跑完了，今天就轻松跑了10公里。刚才大家看到手表的更新，测试版还是很可以的。我觉得把这个麦克风和录音弄成每天的运动之后的记录，比写字就比拿手机打字要实际的多。几乎不会有人每天都能坚持下来拿手机打字的。我有一段时间有一个本儿。是2018年在北京吉普乔格有一个见面会，我被选中，然后去现场有一个手工小环节，自己做一个本儿，然后我就有那么一个，写了几天就不想写了，因为每天写的词儿都一样。那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运动感受，就今天写今天训练的质量怎么样。那时候所谓的质量也就是今天跑了多快，跑了多远，还有没有劲儿。我记得第一次写是那天那活动结束，在那个哪儿，差不多是那快到北海，就北大红楼那儿，然后从那儿我跑回家，差不多正好5公里，那5公里跑得可快了，因为我出来以后我就点了个外卖，那时候晚上没时间做饭了，家属也没下班呢。点了个外卖，炒外卖那时候不像现在的外卖，说有这个置物柜呀什么的这些，那时候就是真的上门送。那时候好像还是什么到家美食会，好像是，玩命往家跑了，好像20分0多少，可高兴了。然后回家就写了第一篇，
跟大家分享状态这个事儿。你看刚才我买了一个咖啡，难得见到我不喝普通的美式有奶的拿铁，就是状态这个事儿是这样。你看我从去年最后一天开始的那一周是一个高强度的周，那一周高驰针对我给我的负荷是1200多，接近那一周建议负荷的上限了，差一点点。之后的下一周就特别没状态，就虽然也没有肌肉酸痛，也没有劳累，也不觉得怎么着，但是呢，就是觉得身体的那个内心的能量被耗尽了。为什么有那么一周呢？就是因为我要准备开始这个赛季了，这个月的半马，下个月的全马。要准备这个赛季了呢，我得找一找身体的感觉，就是我在就试探自己的边界，就像昨天的直播我说的，就我们的训练其实就是在突破和试探我们的边界，就跟昨天我节目说压腿一样，在就是不是仅仅试探我们能力的，也试探我们这个状态的。所以那一周我试完以后，我判断我大概再需要3到4天是一个低谷期状态的，然后我就又能顶起来。所以你看今天是周日，我们距离下周日的半马比赛还有整整1周，所以昨天我们顶了一个10公里，今天我去大阪城跑这一圈，腾刚先生他们还在那儿高速的奔跑呢。我今天就不选择这样了。要放在去年或者前年，我没有认真考虑这个事儿的时候，也许今天呢，我可能跑一个，比方跑一个特别短的那种组数特别少的间歇，可能跑5、6个400米。但是距离也会很短，整体可能13、14公里我就回家。那时候我会觉得说，哎，我这个现在状态还在，我让状态一直保持住，往上顶的这个状态是好的。但是其实顶不了最后这一整周的，就让自己现在下去再上来。包括这杯有奶的拿铁，就是不是有奶的咖啡，就是拿铁，对不起，就是这个感觉是说，你觉得你的身体现在需要它，就还是感受自己。就像今天下午要发会员节目，这周的就是讲赛场上的能量胶怎么去用，也一样，就能量胶也是一个感受自己身体的过程，而不是说按一定的规律去吃，就不全是，你不能说不是，这个规律肯定是有的，是自己总结自己的。我刚开始跑马拉松的时候吃能量胶，就是觉得它是一个必须要干的事儿，但是目的是什么不知道。但是呢，你跑得多，练得多了，你自己内心或者你自己会总结出一套方法论对自己的。昨天直播的时候，有小伙伴跟我说看我的频道，因为更新的比较勤，再加上有会员节目，就好像看到了一位跑者多年的思考。我觉得他说的其实让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，但是我觉得他说的对，我也自己也是这么想。我觉得这频道虽然没有什么，就不是每期都很有干货，但是为什么我坚持这么高的更新频率，也是因为我希望把我的想法，就是我的思考或者我的训练，变成一个类似日记的形式，这就是我的想法。所以做长视频也是这个原因。我觉得在镜头前不着急的话，就能有更多的思考吧。因为这种节目都是不打草稿的，包括会员节目很多时候也是没有草稿的。我跟大家分享我怎么录会员节目。我一般要么今天，要不然明天就开始录了，就是一气呵成录一遍我看一遍，我觉得好像说的不好，好像说的不对，好像要调整，然后过几天再录一遍，然后再录一遍，一般就是到第3遍第4遍，这一遍就用它，哪怕这一遍不好，但是上一遍好的，我也不混着剪了。也不是因为什么其他原因，就是可能穿不了同样的衣服，去不了同样的地方。我最近琢磨着弄一个相机呢，弄一个专门拍视频的相机。你们觉得是直接 A75 好呢，还是尼康的 ZR， 亦或是咱们
再高端一点来一个 R63，我觉得有点烧，因为我完全就我不爱摄影，我还是就只喜欢拍视频，而且我一看存储卡太贵了。这就是我思考。今天跟大家分享，一开始大家也看到我在那个昏暗的桥上，今天穿的今天穿的这个薄底的 Adidas 9，在这边叫 Japan 9，我其实也不知道是不是完全一样，就是薄底鞋，在那个昏暗的桥上，咱们跑了几个来回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其实不同的配速下，人的就是动态确实是不一样的，但是呢，跑到我这个程度，其实我跑6分多的配速，无非就是步幅少了一些，但是基本的大的动态大差不差。今天的身体状态就是穿这双鞋，我全力以赴的跑，也就是3分哦，不是说冲刺啊，那个全力以赴就差不多的那种，也就能跑到3分40多。但是这个更新我还是挺开心的，而且这次更新应该修复了一个小的偶发的问题，就是有的时候你这个手表跟周围的蓝牙设备频繁的连断之后，它有可能触发一个蓝牙的小 bug， 在用心率带的时候能表现出来，虽然不影响大的数据，但是那天我发现了，我月初发现的，然后跟高师反馈提日志，然后月中的这个应该是这个测试版本就修复了，因为他们跟我说过，说月中的测试版本会修复定位了问题。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，如果你去跑场地赛或者去操场，书包搁在边上，手机在书包里，亦或是呢你不存包，我原来就不存包，然后呢家属拿着手机，他在路边给你加油，或者是像比方说周三我们那训练或者周六训练，有时候家属去拍摄，手机搁他包里，那有的时候近，有的时候远。那样的话呢，你就如果手机不关机的话，你就把手机那个蓝牙关掉。如果是 iPhone 的话，在那设置里大关，不是那个控制中心那个，控制中心那个是临时断连，你给它大关掉，这样就不会影响手表和周围的设备。之前用 Stride 我也这样，因为 Stride 本身那个时候硬件有限制，它同时只能连一个还是2个设备，一个设备，我不记得了。对，反正它有时候会被手机抢走。这是我的一些经验。你看，其实跑个步吧，简单也复杂。有时候你干任何事儿，其实都是这样。你干的时间长了，就书读百遍，其义自现嘛。你总会有一些自己的思考，这些思考慢慢的就变得越来越有价值。而有的时候，这些思考其实如果真的不记录下来的话，错过了也就错过了。你们看这个鸟。冲过去了。我最近不是在看相机嘛，然后我就看了一个日本的博主，不说话就拍，他拍什么呢？他拍那种超长时间的那种摄影，就是三脚架架在这儿，然后这水面一架一下午，然后呢，他那照片呢，水面就是那样的，就因为它是好多照片合在一起的。还有乌鸦。这俩应该是刚跑步回来或者锻炼回来的游客，估计。行吧，今天跑起来给大家看看，另外跟大家分享状态，分享手表的更新，说一些比赛前调整的心得，喝咖啡，最后还是热咖啡，清晨的热咖啡。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下回再见。